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在铁坑聊起本田威刚125拉力瓦尔德罗。有时候大家听习惯了4缸600、威刚1000，感觉125的拉力排量太小，而且这么大个摩托还是威刚，怎么可能排量只有125？其实正因为大家都这么想，所以在2010年到2015年的时候，这个水车卖个5、6千块，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对方是个骗子，而且是一个很傻逼的骗子，连排量都报不准确。但是到了2021年，依然可以看到这台摩托，只是已经非常少，但是卖价还是4千到6千。为什么依然保持这个价格？因为这台车已经没有降价空间，就好比94年 CB400，如今所谓的一水价格依旧是12000块，一水二手的价格依旧8000块，根据车况也有4千到8千块。为什么它还可以保持这个价格？就是因为它已经没有降价的空间。这个不是因为车有多耐用或者骑不坏，而是因为节时1个月不知道得翻新多少 CB400，换一台翻新的发动机成本就要6千到8千块。所以它才没有降价的空间，卖的再高没人要，卖的再低不划算，所以就保持这个价格，但是不推荐，因为水车不合法。实在喜欢只可以收藏，不可以上路。说到这儿多聊几句，反正已经跑题。节时的翻新水准到了什么水平？早在10几20年前，一个大牌的车架从 A 字形装成 B 字形，节时可以在不切割的情况下，用自制的模具把 B 字形再变成 A 字形，这个过程不需要切割。一个前减震器从 E 变成 S 型。节时也有自制的模具从 S 型变成 E， 更别提做一些发动机小零件，维修发动机、做漆。一个发动机边盖缺了一半，经过修复也可以恢复到出厂标准。反正很多，有空再聊，想听的话改天出一期。怎么说呢？反正都是手艺人。怎么说呢？节时的确为早期的中国摩友造福过，不过今时今日他们已经转型，只有极少一部分还在坚持。有点扯得太远，我们先聊一下第一代瓦尔德罗 XL125，它用的是一台液冷 124cc 4冲程90度微型双缸发动机。每缸2个气码，最大马力11000转，爆发15匹，最大扭矩9500转，爆发10.5牛米。用的2个2.2厘米 VP 化油器，5速变速箱，链条传动，湿式离合器，座椅高度802，净重154公斤，油箱容量18升，最高时速135，机油容量1.2升，要加10W30的机油。另外，它这个15匹的马力是被限制的，也是为了遵循当地法规。据说15匹马力之内用汽车驾照就可以驾驶，破解之后可以在12000转爆发19匹。最高时速150左右。另外使用了3幅铸铝轮毂后高位排气，轮胎的尺寸前18寸100，后17寸130。第二代车型发布于2007年，它的马力和扭矩没有变化，只是将化油器改成电子燃油喷射，更换了全新的仪表盘，因为上一代没有油表。另外整体外观也有变化，增加了下压嘴，座椅下方储物空间，更换了全新的导流罩，包括挡风玻璃，大灯和转向也有了全新的设计。除此以外，相比上一代几乎一模一样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这台125它的实车非常大，和瓦尔德罗1000没有什么区别。乍看上去这个体型，不相信它是125，因为它本就是一台面向欧洲的车型。大家如果能遇到很便宜的，其实很值得收藏，因为这台车的确很少见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